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老师。大家好，我是何谦。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要持续来关心到高市早苗的言论哦。好，当然就是因为之前他讲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哦。那在危急存亡之际哦，他会用这个集体自卫权惹恼了中国大陆哦，而且哦是全面的引燃战火。好，所以我们大家要看到哦，到底呢这个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日月谈天哦，就说高市早苗气焰极为嚣张哦，中方绝对不能容忍。好，并引述了日本学者的公开呼吁，进一步的要求高市早苗要向中国政府道歉，而且要辞去了首相职务。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到这两件事情哦，恐怕中方的怒火不会就此平息。好，但问题是哦，我们这新华社也看到说，这个高市的举动背后，他认为是国内日本这边的一股企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而且要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右翼逆流，那不惜将日本民众绑上以邻为祸的战车，那最终的目的哦，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要把战争怪兽给释放出来。好，那新华社讲了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解放军发布的漫画，好，它这个是中国军号，它在 X 上面哦就发布了，你看到左边的漫画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就是高市早苗啊，前面是他们的这个和平宪法嘛，哦，后头就是军国主义的这个灵魂哦。他说，这个高市早苗正在为日本军国主义来招魂。好，那当然现在哦，这一触即发的态势哦，这个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也特别有讲说，这个琉球学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批准，在这个时间点稍稍比较敏感嘛，因为它已经是这个入选国家级绝学学科的扶持计划，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学界正在以学术理性来参与东亚历史叙述的重塑，那可破除日本单方面对吞并琉球事实的片面叙述。所以这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琉球的这个主权未定论，现在中国大陆也确实在内部也不断的在讨论。好，那当然呢，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之前哦才跟习近平有握手，就是在 APEC 的时候。好，那当然人家说了，他有得罪习近平，因为两个动作，主要就是哦他在跟习近平见面的隔天，好，我们看到右边的这张图，这是我方的代表林信义哦，他也跟他握手合影。好，不久在国会就称台湾有事，哇，就造成了这个大家的不满。好，尤其是习近平哦，应该是很被惹怒哦，才跟我握手。然后后面哦又跟林信义，我都还没算这笔账，你又讲了这个日本存亡威胁哦，好，这个怒火飙升到120%。好，那这件事情在朝日的报道就说，其实呢高市哦有稍稍的检讨一下啦，说他在这个发言过后，就有向身边人说啊，好像不小心说过头了。那一名哦高市的亲信甚至很懊悔说，在官邸方面的支援不足哦，没有考虑反弹会如何，也没有充分的确认就回答了。好，那一磊看了相关的报章说，其实高市是自己在这个官邸里头埋首苦攻3.5个小时哦，遇到问题才叫这个幕僚进来哦。那3.5个小时出来的结果，竟然是说错了这么大的话哦，那实在在政坛上面打滚这么久，还是要再更多的历练才行啊，高市。好，那当然中国大陆有更多的手段在制裁这个日本哦，我们看到微博热搜的这个Top 1第一名就是日本马上就没有大熊猫了。好，那当然帮大家科普一下哦，日本国内目前哦只有2只大熊猫，就是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小小跟蕾蕾。好，明年2月哦，他们其实就要回到中国。那接下来现在的关系这么僵的话，恐怕也不会再有大熊猫要这个商借给日本哦，所以他们才会说日本到时候就完全没有大熊猫了。好，那中国大陆的贸易也施压日本啊，我们看到日媒其实也蛮担心的哦，说应该会陷入一个长期战。那分析上面来看哦，中国之所以态度强硬，就是判断川普不会来进行介入。那另外一方面，高市早苗似乎也认为跟中国的摩擦不会动摇他的高支持率。
所以这场冲突在双方都僵持之下甚至美方这边也都没有做表态，这样子三方的鼎立之下恐怕就会变成一个长期战。但是目前看起来伤害比较多的是日本因为看到哇，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它是禁止了水产的这个输入之后，现在日媒也说了，恢复日本牛肉对大陆出口政府间的磋商也终止了好，所以北京祭出了一系列的报复措施，包含通知日本将再次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那甚至有多名日本的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根据中国大陆方面的意向，关于恢复日本牛肉跟中国出口政府间他们本来要磋商，现在都喊停了。好，那高市的战火延烧，中国大陆这边也说传出一艘大型邮轮也取消了原定20号上午要停靠冲绳县宫古岛市平良港的行程，而且也取消了这个让乘客下船上岸的观光。那这个邮轮会继续停靠在这港口，直到20号的中午启程返回中国大陆。所以是整船的游客这不能到宫古岛下船，然后又整团再回到了厦门。那俄罗斯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它到底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个部分俄罗斯认为高市的言论非常的危险，那日本也应该深刻的反思历史，并从二战当中汲取教训，所以同样是对高市保持的呆呆的态度好，所以现在在这个亚太的局势上面看起来还没有一个终止，甚至还有可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摩擦，哇，会不会就引燃整个战火？邱毅委员，议论的担心有道理。电视墙的标题做得很好，确确实实，高市的这一番话，所有的中国人都火大了。当然，习近平也火大了。习近平为什么火大了？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 APEC 峰会。习近平波隆跟高市谈了40分钟，高市一再向他保证，他会遵守中日之间4个政治文件，而且会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他不会介入中国的内政。可是才过了几天，高市就在日本的国会里面就突发狂言。第二个，高市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过去麻生讲过，中山泰秀讲过，另外的安倍也讲过，所以不足为奇。但是身为日本首相之尊，在国会里面公开这么说，而且还加上日本面临的是存亡的危机事态，那就非常严重了，那就勾起了很多中国人过去的惨痛的回忆，这个叫新仇旧恨。再加上高市不但没有反省，他所谓的话讲过了，只不过是一句闲话，他还叫他最亲近的号称内阁之花的小野田纪美对外放话，说他12月26号，大家听好12月26号他要到靖国神社拜鬼。大家想想看，如果12月26号高市真的到靖国神社参拜，那还得了？那中日之间的关系那就真的回不去了，就真的要撕破脸了。好，接着我谈第二个部分，高市到底是失言还是刻意为之？越来越显现高市是刻意为之。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31年前高市刚选上众议员不久，他在日本的国会里面质询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因为那时候村山富市正好有个村山讲话，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所产生的犯罪行为。他还说，日本对于这个错误要由衷的反省，要诚意的道歉。
高市当时站起来，以众议员的身份，然后跟春山之间发生了剧烈的交锋，代表了高市在31年前就是这副德性嘛。31年过去了，高市也老了，不复当年从富士电视台担任名牌主播的那个美女的形象了。可是她的意识形态没有变啊，她就是要复活军国主义的幽魂啊。第二个，高市不是只是不小心的发言，或者讲过头了，高市是一连串的谋略，他是希望能够修宪，能够扩军，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更重要的，高市想要去修改无核三原则。所以现在不是只有3个首相野田佳彦、这个鸠山由纪夫跟石破茂反对他，昨天连岸田文雄都出来批他了，说你怎么可以修改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一通过，那就是侮辱了那个时候的首相佐田荣作。佐田荣作还因为这个东西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一旦日本这种军国主义者有了核子武器，那还得了？对，所以邱毅委员的意思认为说，这个高市是有算计过的。好，介大使，其实这个高市的发言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给中国大陆的政府留下任何余地。基本上它有2个概念，一个就是在陈平时间对中国大陆公然叫嚣，他要使用武力，不管什么状况。这个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进入2次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是极为罕见，极为罕见。中日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点嘛，对。那台湾的问题你可以用协调解决，他直接跳到日本要出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任何国家就没有回旋空间了，必须要怎么样起而反击，而且是强力反击。第二个，日本在这个1972年的建交的这个文件里面，明白讲日本政府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比美国的所谓认知的话，那是更清楚，尊重对不对？那所以就了解并尊重就是承认嘛。那结果他在这一次的发言里面他偷渡了一个概念，就是台湾把它列为国家。这个过去日本人也不会有这样做的，因为他明白，因为这个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个构成要件，照日本的这个国安法它的前提的要件什么？他说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他国它不是他方或者是他照，它是他国 other country，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2点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政府，不要说是中国大陆的政府，是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他没有给中国大陆这个政府任何的空间，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他现在慢慢受到日本国内的比较了解国际政治，比较了解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应该有的正常行为国与国政治法的政治人物，跟很多的这些报界的这些议论领袖已经慢慢开始批评他了，然后中国大陆事实上对日本的做法呢，从这个11月7号开始是一招一招出。我们昨天看到就是说水产品进了，对，然后牛肉的也进了然后还会不会有？我前面曾经报告过，就是说美国的媒体说后面还有，那是一定会有。那中国大陆这些施压，并不是施压，不是目的不进口水产品不是目的，因为他要达到的目的，中国大陆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在昨天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毛宁里面，他说严肃敦促日方3点：收回错误言论；第二个呢，停止在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第3个，以实际行动认错纠偏。你觉得高市早苗做得到吗？其实高市早苗也没有给高市早苗留余地。那中国大陆我认为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高市早苗跟日本的极右派在这一次
这日本丢出来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新的局势里面把它彻底的怎么样从日本政府里面赶出去。那这个就要让日本的社会跟中国大陆最后站在一起，靠什么？靠的就是手上有的筹码，不断的施压，最后就让高市早苗下台。就是要让日本的民众痛了之后，反而去施压他们政府，然后进而达到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效果。好，何谦老师，所以大家现在就很关心了，到底高市内阁这个新生的政权还能撑多久？它的续航力有多强？那昨天我们其实看到麻生太郎说话了。麻生太郎大家也都知道是最近这一次日本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背后真正的 kingmaker 跟这个引武者他是在第2轮投票的时候才决定把麻生派40多张票都灌给高市早苗，让高市早苗这个过去大家被视为孤鸟型的政客能够忽然当选。那昨天麻生就说了，当前环境绝对不容乐观他没有点名说是什么事情，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说既然我们已经诞生了这样的内阁，我们就要大家努力下定决心把它培养起来。不能让高市早苗一上路就垮台。那这其实也是给自民党内现在的这个其他的要诀打了个信号，包括像这个小林英之茂木敏充这个小泉进次郎等等，就说你们现在不要来拆台，现在是中日之间的外交战的对抗。那大家既然都已经是内阁大臣的一份子，那大家就应该力挺高市早苗。而且麻生还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强心剂就是说，你看你的首场外交首秀。迎接 Trump 到美国来到日本来访问，做得很好呀！你展现了这个安倍晋三继承人的强势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是立住了。这其实也就反映出在麻生以及现在这个自民党决策层当中他其实已透露了一种目前的态势可以亲美远中，甚至可以联美抗中的一个事态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呢，就算即便如此，我们也看到，刚刚邱毅委员谈到了非核3原则，日本长期从1962年以来，就是对核武非常的忌惮，立下了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这3条铁律。但是最近的日本媒体就爆出，安倍早苗有意去修改这3条当中的不引进的这一条这其实这个高市在过去这个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他还没当首相前，他就公开的这么讲。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说，如果我们连引进都不引进的话，这引进当然说的就是美国的核武器。他一直主张我们要这个日本要修改不引进这一条，让有必要的时候、危急存亡的时刻，美国的核弹头可以跟着他的美军的轰炸机，或是跟着美军的潜艇，悄悄的部署到日本的港口或机场内来增加日本在区域当中的这个威慑力。但是此言一出就是说日本媒体这么一爆料之后呢，除了刚刚说的这几位日本政坛的元老，包括岸田文雄在内的前首相反对之外，连小泉进次郎就是现任的日本的防相，也是也是高市呢，在最近一次的党魁选举当中选到最后的最主要对手。小泉进次郎来公开说不行我支持继续维持这个3原则。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说，自民党内的这个其他的要诀也已经稍微的跟高市试图去保持一点距离，也知道高市的种种狂飙式的言行有一点危险。特别是这个我昨天看到长崎市的市长铃木史郎，他说了一句话，我听得真是五味杂陈其实也很动人。他说，我们长崎希望是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城市，世界上不能再有核战争。日本作为核战争受害国，不能去改变这个无核3原则。那我想，这其实还是反映了日本现在多数民意的这个心声。所以大家有发现吗？在日本内部其实也是蛮矛盾的。那当然跟中国大陆有历史上面的情绪纠葛但是现在的政局也是难分难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普最爱讲 mega， 但是他也很常 taco。好，但是现在是不是 mega 梦碎了呢？我们看到他的民调，其实川普也是一个蛮注重民调的人啦，但是最近却罕见承认自己的民调下滑他说我的民调数字往下掉但是他还要补一句但对聪明人来说是向上攀升的好，聪明人是谁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的声誉受到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保守派盟友打击，他们只是不明白我们的人民需要有人教他们。
这是他们从未做过的事情哦。好，那现在是不是连自家人都不挺哦？因为川普不是想要发这个$2000给中低收入户嘛？好，那现在这个提案哦，哇，看起来哦，连自家人都没有办法帮忙哦，因为共和党的议员也在抵制哦，他这个提议的$2000的关税回馈支票的计划。好，预计在明年中期的选举前要推出，不过党内有强烈反弹，显示川普在国会的掌控力正在减弱当中哦，这是一个讯号，一个危机哦。那贝森特则是他非常喜欢的这个财政部长嘛，好说也怕会引发通膨，那他就说这个避免再次出现刺激驱动的通膨，所以希望民众不一定要花掉这笔资金，而是要存入一个儿童设立的川普账户。好，如果我是美国民众中低收入户，我就已经够难生活了，我还要存到账户里面，真的是脑袋天空，不知道怎么想的。好，那鲍尔就说这个利率不降就炒贝森特的这个鱿鱼这个是川普所说的他对财长来开玩笑，暗讽鲍尔说如果贝森特不能推动这个利率下降，他就要解雇这个财政部长。好，那这一个表态侧面反映出川普对联准会的不愿意快速下降的不满，那联准会拒绝回应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军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所在。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美军的部分真的是多事之秋，因为美国媒体就引述了五角大厦内部的数据说2024前10个月，就去年的前10个月，有25名的美军跟文职人员是丧生，有14架的军机被毁。那美国的军机有重大事故的数量激增。那在今年发生一系列造成人员死亡跟军机损失的航空事故，也表明这个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而且情况并没有好转。好，大家认为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因为美国向来认为他们的军力很强，结果一连串都有事故发生，绝对不会是巧合。好，那当然美国的飞弹短缺共同社现在也说，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出口了爱国者的地对空拦截飞弹。他说这是2023年日本解除对致命性武器等成品出口禁令以来的首例所以当然也被关注第一个总是很特别，也代表了有些讯号正在出现。好，那日本后木美军基地的噪音对民众产生了严重侵害，所以日本政府被判赔偿39亿日元。那另外冲绳也报说这个驻日美军有一些性暴力案，那涉嫌猥亵这个未成年，当地强烈抗议，要求要严管。所以不只是美军的这个军事上面有一些问题，甚至连军纪都相当涣散。好，那当然驻日美军的伞兵还降落在民宅的屋顶，哇，有没有搞错啊？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那我现在是把一个狼引进家里吗？有这种感觉齁。好，那全球也陷入了中国的恐惧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准联合国副大使他说他上任后将阻止北京强加中共叙事，为自身政治目的牺牲他国的利益那他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采取非常强硬。那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今年的追查发现说，中国滥用了联合国以及国际刑警组织打压异议见人士，那这个镇压的手段已经延伸至全球。好，所以对中共呢，他们是采取非常敌对态度，只要任何做错的事情，他们都会持续的追查，会有一些认为会有一些问题。那甚至美国的 B2 基地旁边被说这个有废弃的拖车公园，结果呢一查不得了，是一对中国夫妻买下说他们的位置买的位置都邻近美军基地或者是军工厂，然后说资金的背景都跟中国的政府有相关联。那甚至还有出一个报道是说，美国公民因涉嫌向中国提供情报，在德国受审。好，那假招募真间谍吗？因为连英国这边也都示警说，中国正在渗透国会。那这是英国的军情5处向国会议员发出警告，
说北京当局利用猎人头的公司要渗透国会，取得敏感的讯息。好，看到吗？通篇报道哦，现在全世界报道对中国都有非常大的敌意，认为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有它的目的性跟情报所在哦。好，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说，中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也没有兴趣来搜集英国议会的所谓情报。好，我们还是看到川普哦，这个在意数字的男人现在承认了，但他是不忘补一句，聪明人就知道他的民调是向上的。邱毅委员怎么解读？川普的民调已经跌到38%，而且后市还继续的往下跌，距离他最不看不起的拜登在任内民调最低的时候是35%，那现在川普的民调下跌已经逼近了35%。如果最高法院在整个关税案里面判川普是败诉，川普要把现在收的1000多亿美元的关税要退还给那些被打关税战的国家，那这一来川普的民调会跌得更低，而且美国的通膨已经越来越严重了。10月虽然它的统计数据盖牌没有公布，但是所有的美国人民都知道，美国现在正面临了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大危机，也就是失业率提高了，就业率下降了，而且通货膨胀率更是大幅的上涨，生活成本大幅的提高，所以川普才会提出来要给工薪阶级每一户呢要给他2000块美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津贴，其实目的就在于此。好，那川普现在当然焦头烂额之际，他心里一定很气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高市。他其实已经跟记者说了，他说他跟高市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他的应酬那只是一般的政治人物的互动而已，他把日本当成是盟友，而不是像高市讲的川普是日本知心的朋友，朋友跟盟友是不一样的。那你今天高市在国会里面突发狂语，而且要出兵台海，介入中国的内政，有没有跟美国告知呢？没有啊。当年安倍在2021年的时候，安倍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其实台湾的翻译上出现了一些错误，他讲的是台湾有事，日美就有事，也就是还尊重日美的安保同盟啊。可是你高市根本没有跟美国商量，就自己做决定，就把美国给拖下水了。这对于目前正在焦头烂额的川普当然生气了。大家在这个电视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日本已经把它生产着爱国者导弹3型，把它给供应给美军。大家知道，除了我们讲的无核3原则，还有个东西叫做日本的防卫武器移转3原则，在2023年的12月，岸田文雄内阁的时候把它修了。所以现在日本军工产业生产的武器，不只可以卖给自己的自卫队，也可以卖给别的国家，尤其卖给美国。而爱国者导弹跟 F-35的战机，就是现在三菱重工主要的产品。而三菱重工生产出来的第一批爱国者3型的武器，现在回销给美军使用。可是我再告诉大家最后的一句话，三菱重工要生产爱国者导弹跟 F-35战机所需要的中重稀土，100%依赖中国大陆。所以只要大陆限制了稀土出口到日本，三菱重工的业务就垮掉了，他要返销美国就失败了。而那个时候，日本的内阁所修改的防卫武器移转3原则就整个报废掉了。好，所以整个原点还是中国。好，谢大使。这个琉球美军犯罪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老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审理的制度有所改变哈，
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遏制美军这个犯罪。那主要原因我看过一个比较深入报道，因为美军的内部的这个美军基层士兵啊，太良莠不齐了。现在你去问美军说你干嘛来当兵？他说我为了钱。哎，然后你干嘛当兵？他说我找不到别的工作。那你干嘛当兵？他说我这样可以拿到身份。哎，干嘛当兵？我希望这个将来啊，我退役以后，那念书的时候可以给我奖学金，各式各样。哎，那这里面有很多事实上话。虽然现在重大的刑案在琉球哈，它是移交给当地的法院在审理，可是还有很多案件，事实上美军还是享有治安法权，第一时间处理的话，还是美国的宪兵。那很多案子就这样子哈，不了了之了，甚至怎么样？他得到比较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的这个袒护，所以就造成本来这个美军里面这些坏分子他就看到这个法令既然站在我这一边，然后这个日本人呢防卫心又不重，不像在美国，美国人是防卫心很重的对，在日本呢，在我们不要说在我们亚洲每个国家，叫那些犯罪分子来到了以后，都会觉得怎么搞都不设防的，也看不到警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互的防范性也不多，所以呢，在日美军的，尤其在琉球这个美军那今年以来那重大的刑案已经有8起了，你会觉得哇，这个不多嘛？可是还有很多案子可能就美军私底下私了，因为很多是什么？很多是窃盗案子，然后甚至强抢的这些案子都帮作为罪事实上都很多，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案子就变成犯案的美军没有多久，美国就把他送回去了，调回去了。那偷窃的行为就不了了之了。那可是呢，要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在有一个1972年到2015期间这一段时间有一个记录，就是美军及其家属在琉球的刑事案件起诉的刑事案件。一共有5896件，这很恐怖你要知道这个数字跟驻琉球美军总数也不过才22000人，那有这么高的犯罪记录，所以琉球老百姓事实上是苦不堪言那他们除了这个犯罪行为以外，还有就是什么噪音基地，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环境破坏。那不过琉球人事实上在1995年曾经有个案子要希望日本来废除安保条约，把驻日的美军都驻琉球美军赶走。那个案子3个美军绑架、强奸、杀害一个12岁的琉球少女，所以呢，这个案子留在琉球人的心中是永远之痛。那现在随着这个琉球的又战云密布，日本又要把琉球通到保卫日本本土的第一线的时候现在琉球老百姓是五味杂陈，他们觉得仿佛2次大战前的那个阴影又怎么已经飞到他们的头上。是，好，何健老师是，其实刚刚这个介大讲到琉球其实大陆现在也开始在一点一点的去打琉球牌。那先从学术跟这个民间舆论的讨论开始。其实，在1970年代这个美国放弃对琉球的这个管辖权，然后做所谓的琉球的日本复归的时候呢，当时大陆的舆论呢，出于这个对美跟对苏斗争的原因，其实是支持日本去收回琉球的。但是其实事实上，对于这个琉球的主权或者说这个它现在日本叫冲绳县嘛，就是它的主权，其实中国大陆一直也没有就是说像现在又开始。重新有一点点去试图去谈这个琉球地位的未定论，那所以未来这个牌要出到哪一个程度那我想可能也看这个日本怎么样去回应中国大陆的种种的关切。那其实台湾过去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过去台湾对琉球的态度也是比较模糊的。过去我们对日本的打交道的对口单位是亚东关系协会。那其实，在大概阿扁政府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叫中琉协会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台湾跟琉球的这个交流。那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就是清末以来，日本这个趁着这个中国的国势比较弱，然后把原本2属的这个琉球并吞成为这个日本的冲绳县的这一段历史其实还是有一点如鲠在喉，埋在这个大概在东亚的这个敏感的地缘政治神经当中。那我们回来再说一下川普这个川普从47%的民调掉到38%。上任不到1年就已经掉到了他第一任期的相对的那个疫情很严重，然后美国开始不幸很多人死亡，然后经济也很差的那个低点。那未来还会不会再往下走？其实共和党内也非常的担忧刚刚大家说到川普准备
政策买票啊，一人发2000块美元，然后来这个刺激这个经济。但是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自己就很多人不赞成，他说我们美国还有这么多的严重的赤字问题，还有这么多社会安全网的破洞，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如果有关税盈余的话拿去救这些做长期发展规划的事，而要去政策买票去刺激呢？连共和党的议员都看不下去啊！而且甚至大家把这个算盘一打，会发现美国3亿多人，2000块美元的这个红包发下去，总成本大概是6000多亿啊，6000多亿呢。但美国的这个全球关税今年4月开始收到现在算起来也就是1950亿。那如果按这样子算，这个按每年去算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是算不合的。那这个可能生活成本是一条，另外一条 Trump 最近还捅了另外一个马蜂窝，叫 H1B 的劳工签证的问题。他说美国的高级人才不够用啊，应该弄更多高级人才来这个 MAGA 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这个就让很多白人的穷困的，特别是男性，这些本来被剥夺了很多工作机会的蓝领，就觉得你这就好像不是很 MAGA 呀，就是说要引进外国的高级人才来教我们怎么赋予技能。那所以川普就陷入了到底谁才拥有 MAGA 的定义权，怎么样才是为了美国好，怎么样才能为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定义权的纠葛当中。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带大家来看哦，现在呢美中交锋的状况，好让一个国家哦，现在也跑出来讨论这件事情哦，就是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哦，他有特别讲说，虽然美中近期在南韩峰会上面达成了短暂缓和，但是两国之间的竞争激烈哦，却是没有消失。那全球仍然必须要面对持续性的战略角力。好，那当然也很担心物价在这个美中贸易战休战被打乱哦，所以路透就有报道说，川普的幕僚其实不急着现在要处理的是晶片关税的问题。好，确实我们看到晶片关税哦喊了半天，结果都没有任何的相关讯息发布哦。好，担心的就是因为避免要跟北京这边决裂，哇，如果北京又重启了报复性的贸易战的话，就会干扰这个关键稀土矿物的供应。好，所以这稀土确实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主宰。那这主宰的头号就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的 AI 也突围美国的晶片吗？这个看起来川普有没有失策？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彭博发现说，北京清华 AI 的专利数量超过了哈佛等美国4校的总和。那这确实在现在来说是一个蛮惊人的转变，因为通常大家认为美国可能在晶片上面的专利应该是比较多结果不是不是这样子哦。好，那韩国媒体则也发现说，在美国的封锁下，中国正以高效能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DR5 取代 AI 晶片中的高频宽记忆体。那中国大量从韩国进口这个 DDR5， 那加剧推动记忆体的超级周期，而且要重新塑造记忆体的格局，也就是希望突破美国 AI 晶片的围篱他们要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正在找一些替代方案。好，那日媒则是也报道说，其实华为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要建立一个晶片的事业网，那再借由所投资企业的收购，还有扩大产能的活动，要打造独立的红色晶片供应链。好，这是目前很多外媒所报道的。那这当然就跟我们过去探讨的一样，这个美国越近其实中国大陆就越会走出自己的路，所以这也是黄仁勋所说的他跟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只有奈秒的这个差距所以不应该去禁止美国拿到，否则让美国自己走出路了，反而是更加危险。好，那我们要看到川普现在又在点名说这个美国晶片的产业，甚至又提到了台湾。好，因为他前一天才讲说这个晶片被台湾拿走很可耻。好，我们来听听他最新说什么。We led the chip industry 30, 40 years ago. We had 100%. Then people came in and started taking it. I don't blame them, Taiwan, etc. They took 100% because we had no president that protected our industry. If we would have said, it's wonderful that you're going to Taiwan, we think it's great, but when you sell your product back into this country, there will be a 250% tariff. Nobody would have left. Nobody would have left.
好，所以他现在又不怪台湾了，但是目前美国商务部允许阿联酋跟沙国2家企业采购312亿美制的 AI 晶片，那甚至马斯克也携手黄仁勋要打造沙国的一个资料中心，那辉达笑纳60万套的晶片订单，所以这是不是代表说沙国也成了川普的一个救星呢？因为可以往这边来输送一些市场。好，这个美国国防部将跟 MP 材料联手，要在沙烏地阿拉伯新建稀土工厂，确保关键矿产的一个强烈愿望。那美国在阿拉斯加这边也发现了石墨矿脉跟稀土说可以大幅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看看路透社说，西方要建磁铁自主供应链，就会面临这个重稀土的稀缺难题。所以川普真的没有想象中要的这么简单。我们先问邱毅委员。黄循才是内行装外行。只要美国相信修习底德陷阱，中国对他有威胁；只要美国秉持霸权的心态、冷战的思维，中美之间的交锋就不可能停止。现在暂时休兵，只是大家打累了，暂时休息一下，马上又会进入了更剧烈的交锋。其实，在政治界和解是非常重要的。像例如沙特的王储小萨拉曼跟拜登之间过去势如水火，但是现在川普跟小萨拉曼和解，礼拜二他就请了小萨拉曼到白宫，那么来会晤，然后礼拜三就在华府的甘乃迪艺术中心就办了一个美国跟沙特的投资论坛，这时候鲢鱼效应就出来啦，一则在上层。是川普跟小萨拉曼，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和解。下层就是在会议投资论坛里面，2大企业巨头，一个是马斯克，他当时正有构想要到沙特去搞一个 AI 晶片的数据中心，而黄仁勋正好跟他对谈，两人一谈就非常的高兴，于是辉达就决定要跟马斯克这边要合作了，所以企业的2强就合作了，这个叫鲢鱼效应。然后紧接着川普在晚上晚宴小萨拉曼的时候，这2位企业巨头就同时到场，所以在当天就发挥了很好的政经之间融合的效果。川普去抱怨台湾一点道理都没有，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第一个它的巢筑得很好，所以可以筑巢引凤。第二个，台湾基本上在供应链里面它是有竞争优势的，所以台湾才会成为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里面芯片，尤其高级芯片制造里面的核心。所以川普要有度量要承认台湾在这方面它独特的竞争优势跟贡献，这样子才能够让全球的产业能够维持蓬勃的发展。美国作为世界霸主也同担其力好，接大使。川普讲这个台湾把这个市场拿去把制造业拿去他这个有点过度简化了。因为台湾是自己发展自己的这个晶片产业那美国没有放弃美国完全没有，美国 Intel，美国 Global Foundry， 它都还在那个市场上那过去它的市占率也是超过这个台积电它是慢慢被台积电给取代的。那这个 Intel 它也有做这个代工的部分对，那它代工的部分只是它做到7奈米后，它的技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他就这个公司现在营运出现困难嘛？那 Global Foundry 也是因为在市场的竞争里面，它慢慢竞争不过台积电那台积电有台积电的文化，现在台积电的厂听说到了 Arizona， 到了5点钟以后，就只有台湾工程师还在上班，美籍工程师都回家。所以听说亏损蛮严重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公司文化的问题，经营的这个能效的问题。那技术大家都有，很多这个包括这个 ASML 的这个光刻机，
它是事实上是跟台积电一个用户一个是制造商，双方一起来磨合出来一个更好的机器，而且同样一个机器，台积电的运用就比 Intel 就比较强。那这是他自己使用方面，他的工程师累积的经验跟技巧，所以有很多专利。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话讲这个话啊，对我们台积电啊，对我们台湾啊，过去几十年啊，这个产官学界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是非常不公平的。那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自己国人，我们大家听的都可以心有戚戚焉。可是我就很怀疑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出来把这个话讲清楚呢？对，觉得美国人抢的有道理吗？美国人川普讲的有道理吗？我觉得只要是事实的话，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不能让我们这么多年当时的政府，还有就是说我们我们这个产业界跟我们学术界，我们的台清交培养那么多人才，然后在这个新竹科学院这么多科学工业里面去，在现场的磨练出来这个技能都被抹杀了。所以我觉得政府有这个目前的政府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事情不但对川普讲清楚，要对世界讲清楚。他们不讲的话，那没有人会替台湾讲话的。好，但遇到了美国，恐怕很多事情他们也不敢讲。好，何坚老师是，所以黄循才很敢讲。黄循才就是在接受美国媒体 Bloomberg 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拒绝做单选题。这个美国是新加坡最大投资国，在新加坡创造了最多高优质的工作机会，但与此同时，大陆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然后也是整个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南亚，所以新加坡不能在两头大象打架或互相在推搡的时候只压一边啊。新加坡黄循才说，新加坡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case by case 逐案来处理的问题。那我这边做一个诠释啦，比如说新加坡这几年就不断的在整个西方世界，在英语世界扮演一个两岸问题的一个科普专家的小老师的角色，他永远会提醒所有的西方政府说，台湾问题是大陆所有红线当中最红的那一条的 darkest red line 这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吃过亏大家可能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每年来做星光计划训练野战的那个装甲车，因为当时其实新加坡跟大陆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些意见的不同，结果这个装甲车路过香港的时候就被香港扣了，扣了相当一阵子。那这就是中国大陆给他一个排头吃。那自此以后，新加坡就很理解，就是说有些事情我跟台湾可以做，我可以务实的做，我确实这个作为美国的安全盟友，我也不可能把军队拉到大陆去训练，拉到台湾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事情大家低调大家在外交上他谨守一中他的一中政策，没有去违反。那其实新加坡看到的中美关系跟美苏关系也确实很不一样过去在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是非常对抗的，不仅是两国对抗，而且两个集团的人彼此都不相往来。当时东德的人、匈牙利的人，他要去西欧哪怕东德人要去西德探亲，都非常的麻烦。但现在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中美固然呢，这个在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利益，由于中国大陆的国力的这个提升有很多犬牙交错，甚至是出现了激烈碰撞的地方。但是大陆并不寻求组建一个全球性的反美集团虽然美国的知识界不断的说大陆你要组建这个什么俄罗斯、伊朗、中国跟朝鲜的这个反美轴心等等等，但大陆从来不承认，而且也反对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如果逼所有人选边，那最后只选择大陆这一边的人可能不会特别多，所以他做的反而是给这些处在中美两边的中间地带的第三阵营的国家有非常多的机会，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沙特跟这个阿联酋，就在中东地带，其实就是这样。这几年，尤其 Trump 上台之后这个美国孤立主义盛行，美国对于中东的安全问题没有那么上心了，甚至也慢慢允许中国大陆去跟中东的这些要诀呢要诀这些国家发生这个很多实质性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呢，正因为你这个中东没有完全导向中东没有完全导向中国大陆，所以呢，一些高精尖的晶片，比如说60万套的 Blackwell 最好的英伟达的芯片，还是可以卖到中东去。